往哪搬？城西美食广场，铺子谈好了。那条鬼街连早餐摊都活不下去，施舍来的铺子你也好意思接？1个月前就谈好了，你免租1年。好啊，你们俩合起伙来瞒我。你看看大宽，物业经理，有车有房，事业有成。你呢？进林家门的时候，除了那口破锅，什么都没有。人家大宽靠自己打拼到今天，你呢？8年了，还在守那口锅。你糊涂！妈是为你好，找个有本事的男人，你这辈子不用吃苦。妈，有本事的标准不是你定的，陈峰有没有本事，我说了算。你为了这个废物，连你妈都不认了。我认你，但我不认你拿钱大宽往我身上绑。我养你30年，不如他一口破锅。你养我30年，就想拿我换钱大宽的车和房。他从没想过拿我换任何东西。走，去城西。12家摊贩的涨价文件，签字日期跟约定的完全不一致，你最好有一个合理的解释。你刚才说我没爹没妈是，所以我也不欠谁，但谁动他都不行，你也不行。林姨，那个签字日期怕什么？他想翻我的脸，我倒要看看他能翻几页。走吧，去城西。今晚签不了，招商部下班了。那我明天一早陪你去。周战的电话我有。你什么时候联系他的？1个月前，妈说大宽要涨你的租，往死里涨。他想让我看清楚，你跟大宽比差在哪儿。我去找了周战，城西1楼正中央的铺位，免租1年，不管林家同不同意，不管钱大宽涨多少，你永远有个退路。他凭什么给你这个条件？不是他给的，是他们老板霍芷柔。周战说，霍总观察你很久了，他说你和他是一样的人，能把死地做活。城西缺的就是你这种人。他还让我带句话，灶王街赶出来的人，他接着，赶多少接多少。林小姐，我们观察陈先生的火锅店很久了，城西1楼正中央的铺位，免租1年。你找错人了，我不是他，找的就是您林家的女儿，陈峰的妻子。城西1楼正中央的铺位给他留着，不管林家同不同意。还有灶王街赶出来的人带过来，赶多少我接多少。那12家摊贩，你自己去说，他们跟的是你，不是我，我说了不算。婉清，这条路你陪我走了8年，我不会让你输。老铁们，明天停播1天，不是被平台封了，钱大宽涨租，要把整条街的摊贩都赶走。我先表个态，我跟峰哥，峰哥去哪儿，我去哪儿。钱大宽是谁？涨租赶人，小忙硬气。峰哥，你走路怎么没声音啊？涨租的事我知道了，我正跟直播间老铁们说呢。你搬到哪儿，我跟到哪儿。违约金我替你出。不用你出，峰哥，我这个月光打赏就6万多，赔违约金算个屁。钱大宽让我签独家协议，不让播灶王街的事儿，就是封我嘴。你不签，他断你网怎么办？断网？我用流量卡都能播。他以为断网能拿捏我，他不懂这行。峰哥，2年前我扛着3脚架在街头站了4小时，钱大宽从旁边过，
看都没看我一眼。后来下大雨，我把设备裹在衣服里，蹲在奶茶店门口躲雨。是你从后厨出来，说那个角落空着，你把架子支那儿吧。就那个角落，2平米，我在那儿播了2年。那角落本来堆杂物的，对我来说不是。你搬家我第一个走，开业那天整场直播，钱大宽怕什么我就播什么。对了，城西那边网速怎么样？我得提前测一下，到了你自己测。那个角落是给你留的，你淋雨时我就看见了。我当时在想，这小子能站4个小时，能成事儿。这门怎么贴条了？钱大宽刚才带人来的，他说电缆烧了，需要修3天，不让营业。我摊上那锅卤水，还等着换体料。他封电，我找谁去？老张，撕了。搬家公司已经在路上了，冰柜里的东西一件不落，全部搬走。峰哥，昨晚你来找我说城西铺子免租1年，我当时就应了。我闺女下学期的学费是你垫的，串串车是你帮我还清的。你搬家，我胖嫂没二话。我也应了。2年前这条街没人来，我老张的麻辣烫摊支了3天没开张，峰哥把底料给我，铺子立马就活了。我老张这辈子没服过谁，你搬我就搬。峰哥，这店开了8年，开业那天你踩着梯子往上挂招牌，老张在下面扶着，胖嫂站在马路对面看正不正。你说老火锅熬的是时间，我不是舍不得这铺子，我是怕换个地方，你那锅底料熬不出这个味儿来。底料我带走了，味儿在锅里，锅在我手里。我在哪儿，店就在哪儿。走吧，不是他赶咱们，是咱们不伺候了。小心点儿，别磕了脚，那是峰哥爷爷传下来的。这味道，花椒混着牛油，8年了还没散。马总，这铺子位置绝了，正对街口。钱经理，位置是好位置，就是被这种店耽误了8年。这地板全砸，墙纸撕，通风重做，不重装散都散不掉。就是这儿，对，后厨。之前那口灶就在这儿，拆了。这些破烂还没搬完，马总，他租期还有3个月。我知道。你就是陈峰？你谁？马总，他就是陈峰。哦，那个赖着不走的租户。这儿改成开放式明档。让客人能看见厨师操作，网红店要的是视觉，懂吗？这店租期还有3个月，目前是我的私人区域，请你们出去。你知道我是谁吗？我是马骁，全网300万粉丝。你这店开8年，不如我1个月流水。租期还有3个月是吧？3个月后这铺子照样是我。你说了半天，粉丝多少流水多少，你的火锅好吃吗？我300万粉丝排着队给我做饭的人，你店里的食客还多。哟，不是昨天就搬吗？怎么还在磨蹭？搬家不需要时间。陈峰，马总都等不及了，你这速度，我们可等不起。昨天你说我没提火锅好不好吃，回去我想了一下，你说的对。这样吧，我看过你的流水，
客单价不高，但复购率还行，说明你底料有点东西。去我新店给我厨师打下手，我给你开8000底薪，加流水提成。不过配方得交出来，签订3年竞业协议。你那些老底料归中央厨房统一管理。峰哥，别跟他废话，他不是来谈生意的，他是来砸场子的。你说什么？说完了。你是做网红店的，我是熬火锅的，咱俩不是一路人。带着你的贵客出去，不然我报警。地板全砸，墙纸全撕，通风动作。峰哥，货梯停了。钱大匡这是存心在恶心我。货梯怎么回事？检修啊，钢丝绳老化了，为了大家的安全。什么时候修好？这可说不准，零件得从外地调。峰哥，我刚才去后门看了，楼梯间也被锁了，说是消防检查。峰哥，后门消防通道被锁了，我绕到前门才上来。陈峰，我早说了，你那些破烂搬不走的，不如就留在这儿，给马总当废品卖了。你说谁是破烂？或者，你现在来我办公室，给我道个歉。你当着林姨的面让我下不来台，今天当着大家的面给我把面子补上。我心情一好，说不定这货梯立马就修好了呢。那个冷冻柜不要了。峰哥，那可是商用冷柜，少说也大几万，里面还冻着最后一批牛油底料。底料扛走，冷柜就放那儿吧。他让我道歉，是想让我在街上抬不起头。一台冷柜换一口气，不亏。钱经理，你今天锁货梯，是因为你有这把钥匙，没了这把钥匙，你还有什么？走，我们下楼。谁把这玩意儿堵门口的？马总，是陈峰。陈老板，麻烦开一下道闸。好，出来，给我拦住他！陈峰，你的解约违约金还没结清，合同上写了费用未清，店内。我还有押金留在物业，扣除费用完全足够抵扣。押金退还走流程，至少15个工作日。今天这车没我的条子，出不了商场大门。陈峰，你是不是觉得吃定了？对，我就吃定你。谁敢拦着我出门？陈峰，你别乱来，这是法治社会。钱经理，你知道我为什么说吃定你吗？你看看这是什么？过去2年，你收冒烟管道清洗费、消防通道占用费、空气净化费，每家每月3000，哪一笔进了对公账户？全进了你的私人卡里。胡说八道，这是伪造的！是不是伪造？叫警察来看看。林姨，他胡说，
他想搞臭我。大匡，我撮合你跟婉晴，替你压了陈峰3年，涨租、断电、锁货梯，哪一桩我没帮你兜着？你就是这么回报我的？林姨，那些钱我可以退。你以为我心疼钱？我心疼的是我这张脸。我在这条街上替你站台，在婉晴面替你担保，结果你背着我往口袋里塞黑钱，你让我林美费成了什么？成了这条街上最大的笑话。你配不上婉晴。陈峰，你是不是觉得自己赢了？大宽倒了，你就配得上婉清了？大宽是烂泥，你也一样。他烂在贪财，你烂在窝囊。就等今天，等我把大宽亲手撕了，好让你风风光光的搬走。我告诉你，灶王街不缺物业经理，林家更不缺乘龙快婿。你以为你赢了？婉清是我生的，灶王街姓林，你户口本上还是我林家的女婿。你搬去城西，以为就逃出我手心了？你等着，用不了多久，我会让你自己回来求我。8年，我一次没求过你，以后也不会。林总，城西业主查到了，霍芷柔，34岁，川渝人，3年前接手城西。他挂了条新横幅，灶王街过来的商户免租1年。林总，这不是冲钱大宽来的，是冲您来的。知道了。霍芷柔，你接了我的上门女婿，还敢冲我亮招牌？我倒要看看，你拿什么给我斗？陈峰，陈老板，误会，都是误会，咱们都是老熟人，没必要闹僵。违约金我做主，从押金里扣，剩下的钱我明天就让财务打给你们。不用明天，现在就打。现在财务下班了。那就用你个人的钱垫付。反正你贪的也不少。到账了。早这么痛快不就完了？浪费我们这么多力气。没到期赶租客，房东得赔啊。钱经理，对了，那个冷冻柜留给马总，让他拿回去冻点猪脑。吃什么补什么。钱经理，店铺清理的怎么样了？我还等着进场装修呢。马总，您放心，陈峰已经被我撵走了。等租期一到，您马上就能搬进去。3个月，够他把城西做起来了。装修队明天进场，先把隔壁铺木打通。做旗舰店前厅，他的铺子，等合同到期那天，我第一个站在门口。陈峰，你以为搬到城西就赢了？3个月，我给你3个月时间，3个月后，我看你拿什么跟我争灶王街。陈老板，你们这可是送了我一份大礼呀！12家单贩，一个不落，全搬过来了。我这城西从开业到现在就没这么热闹过。我今天来就是要跟你确定几件事，以便我们优先敲定城西的正式合约，免租、物业全免，都在合同里。你看，铺位比灶王街大了1倍。对，后厨重新走了排烟，灶台加了3个火眼，而且城西铺位大多空着，
本来就盼着优质商户入驻撑场面。你们明天进场，3个月内装修调试，同步试营业，有没有问题？没问题，家伙事都在车上，今晚归置，明天一早开火。明天开火，谁家缺什么，今晚报给老张。对面灶王街占了核心地段，但物业是什么货色，你比我清楚。城西的优势正是在物业，你们只管做生意，其他的我来。多谢霍总，租金和物业费免1年租金，后续8折，物业费全免，不错吧？没错，绝不亏待你们。谢谢霍总。不过我也敢保证，只要城西配合，不出半年，带来的客流量绝对让你觉得物超所值。对面灶王街的周末客流至少1半是冲着我们去的，我们一走，那边就成了空壳子。不过我听说刚搬进去的那个马潇背景不简单。我知道，他今天来找过我，开8000底薪买我的配方，我没卖。霍总，我还有个条件，城西这名字，请客吃饭没人敢来，改个名字，叫老灶街。灶王街的灶，灶王街赶我们走，我们就把灶带到这儿来。老灶街，这名字好，一听就有烟火气。灶王街的灶，这名字解气。签吧。从今天起，城西改叫老灶街。陈老板，马潇那边有动静，这几天他连续发动态，全程预热，阵仗不小。你看，他请了个老师傅，据说做了30年火锅，昨晚到的，今天一早就进了后厨。30年，那倒是个真把式。峰哥爷爷传下来的手艺也就这个年头，请个老师傅就能熬出好底料。火锅底料看的是配方，不是年头。峰哥的配方是祖传的，他花钱买来的人能比？这个师傅很有名，马潇应该是花了大价钱。他这次不只是造势，他是在补短板。之前他不会熬底料，现在有了。300万粉丝加上30年老师傅，峰哥，这人是不好对付。他以前不懂火锅，靠网红流量撑着。上次来买我的配方，我没卖，他没辙就去买了个现成的。那不就是认输？他买不到你的，只能退而求其次。不是认输，是认了。他知道火锅不是流量能做的，花大价钱请师傅，说明他想认真了。一个想认真的对手，比一个想炒作的对手难对付。话虽如此，但你看他宣传的阵仗，海报、倒计时、老师傅站台，3个月后的开业，怕是会有大动作。开业那天，光是粉丝排队就能把灶王街堵了。光靠粉丝排队可撑不了一家店。我们峰哥可是从一口锅开始，把整条街做起来的。他那些粉丝今天是来看热闹，明天就忘了。胖嫂说的对，粉丝能撑1天，撑不了1个月，但老师傅呢？马潇这次不是来炒作的，他是来补课的。他补课，我们也不闲着。他开业那天，我们奉陪到底。马总，我全给您规划妥当了。陈峰之前那个后厨直接改成您的明档展示区，前厅打通，做网红打卡墙。您这店面比他那个破火锅店高档10倍不止。一个熬火锅的土包子，也配跟我相提并论？他搬走正好，腾出黄金铺位给您。陈峰那种小商贩，离了灶王街啥也不是，哪像您，有300万粉丝和专业老师傅，绝对是降维打击。那当然，再加上灶王街的黄金地段和稳定客流，咱们这就是王炸组，用不了2月就能开分店，1年连锁都不在话下。那咱们可要好好造势，让网红火锅在开业当天就火起来。马总，我有个招，保证能让陈峰那边彻底没生意。就按照你说的去办。网红火锅开业的日子，就是他陈峰破产倒闭的日子。楼下那家面馆呢？
麻辣香锅也关了，楼上那家冒菜呢？怎么餐饮的全关了？马总，问清楚了，12家全联系过了，回老家的、开家长会的、喝喜酒的、过大寿的、旅游的、相亲的，什么借口都有，都是临时歇业，过几天就回来。12家，同时，是有点巧，不是巧，是他们都不想做了。我不管你用什么办法，旗舰店开业那天，这条街上不能有一家关门的铺子，12个空铺面，你给我全部填上。填不上，开业当天我请来的探店博主拍什么？拍隔壁12扇卷帘门吗？马总您放心，我一定把铺面招满。陈峰那边呢？老灶街有什么动静？我派人去看过了，还在装修，铺面都还空着。照他这个速度，至少还得几个月才能开业。等他装完，咱们旗舰店早就把灶王街的客流全吃包了。他不开业，这些摊贩就扔着铺面不管。那些摊贩哪有钱装修？我估计他们是想等陈峰先装完，再跟着进场。一群穷摊贩翻不了天，成不成气候，开业那天见分晓。不过，网红火锅旗舰开业的那天，将会是灶王街陈流量最大的时候。错过黄金期，有他们后悔的。但12个铺面，你得给我填上，不管用什么办法。明天我们试营业。把横幅拍清楚。让老灶街也看看，这才叫开业。老灶街还在装修呢，等他们开业，咱们早就把灶王街的客流吃完了。300万粉丝可不是简单的数字。排了快1小时了，我从他第1年做视频就关注，今天特意坐高铁来的。红火锅旗舰店今天正式开业。对面老灶街12家摊贩开业，前100免费。老张麻辣烫、胖嫂串串花，就是之前灶王街那几家。那还排什么？这边5折吃一顿，那边12家免费吃遍。走走走，去晚了前100就没了。走了几个不碍事儿，店里还满着，外面还排着。你上次说老灶街还在装修，至少还得几个月才能开业。马总，这不可能，照他的装修量，不可能这么快。他不但装完了，他还选在今天试营业。我全场5折，他免费试吃。我请探店博主，他发群消息。他不是来跟我抢客人的，他是来打我脸的。他装完了你不知道，他试营业你也不知道。你告诉我他在装修，现在他在我对面开火了。我从开业第1天就被他劫了脸。马总，我马上去查。不用，他有免费试吃，我有300万粉丝，他劫走几个人，我还有几百个，他免费能撑几天？让他烧，他烧完了，客还得回来。峰哥，你的办法太管用了！这几天对面搞5折，咱们搞免费试吃，他们花大钱拉来的人全进了咱们的门。今天光是麻辣烫就卖了平时好几倍的量。峰哥，你看这个，马有请的探店博主发视频了。网红火锅旗舰店开业爆满，老灶街免费都没人去。这说的什么屁话？咱们门口这几天从早排到晚，他眼睛瞎了。让他喊，爬得越高，摔得越惨。小麻，编辑一段信息，就写：致所有支持我们的朋友，因原物业恶意涨租并断电逼迁，本店已正式搬离灶王街，新店位于老灶街美食广场。峰哥，咱们要不要也提供一些福利？可以啊，那就编辑，为补偿大家的等待，新店试营业期间所有顾客储值翻倍，全场5折，再附上新店的位置图和开业照片。
3分钟后发到所有顾客群。好嘞，峰哥。峰哥，你这是把马骁那个探店视频变成咱们的免费广告了。他那视频一发，全网都知道老灶街了。他搞小动作，反给我们做宣传，他的流量不接白不接。峰哥厉害。马总，探店博主的视频发出去好几天了，点击量都挺高。点击高，进店有几？他把我探店视频的流量变成了他储值活动的客源，我花钱请博主，帮他打了免费广告。马总，这怎么可能？陈峰的店怎么会这么火爆？马总，客流开始往回走了。往回走？对面那条队都快排到马路牙子了，这叫往回走？好歹比前2天强。强什么？我在全网砸了300万流量，请来的老师傅在后厨熬断了腰，结果呢，人全在对面。过去看看。兄弟，这店什么情况？峰哥的店刚从对面搬来的，被物业断电逼迁，我们都是他老客。你是网红火锅的马骁，你店里火锅底料不错，我昨天去了。那今天怎么又来这边？底料上是不错，但做不出我想要的那个味儿。钱经理，老张，你不是出去旅游了吗？以后我就在这儿了。李婶儿，你也在这儿？卤水换底料，搭把手。把店搬在这儿，打电话全他妈是骗我的。我们走。马总，老张、李婶儿全搬过去了，旅游喝喜酒全是假的。还有谁？是不是还有别的摊贩也在这儿？你他妈问我？是马总，面馆、烤鱼、冒菜，那些不是陈峰功底料的，怎么可能搬？不知道，但这2家都搬了，剩下的你觉得呢？他有人心，我有资本。他只有1条街，我可以有10条。陈峰，你的人心是熬出来的，我的流量是烧出来的。你熬了8年，我烧1天就够你受的。这才刚开始，剩下那几家还在歇业的山贩、旅游的、探亲的、相亲的，查清楚到底还有谁在对面。还有，去查查灶王街的物业到底归谁管。你被架空太久了，连自己头顶上换了人都不知道。换了人？老周，你家面馆怎么好好的突然歇业了？钱经理啊，我带家里人出去旅游了，就几天，不耽误事儿。老赵，你家鱼怎么也关了？钱经理，我回老家探亲了，店里没人照看。小吴，冒菜馆怎么也没开门？钱哥，我朋友结婚，去喝个喜酒。旅游、探亲、喝喜酒，每一个都拿这套话搪塞我。老张扛着牛肉在我面前晃，李婶在我面前端卤水桶，你们3个还在电话里骗我。好一个旅游，好一个探亲，好他妈一个喝喜酒。老张、老赵、小吴，我倒要看看你们是不是全在对面，你们是不是全跟陈峰串通好了？马总，电话打了一圈，面馆老周说去旅游，烤鱼老赵说回老家探亲，冒菜小吴说喝喜酒，每一个都在骗我。老张扛牛肉，李婶端卤水桶，剩下3家还在电话里编瞎话。不是编，是不想告诉你。不管他们想不想告诉我，我现在去老灶街，一个一个当面问，我倒要看看，他们当着我的面，还能不能说出短途旅游当天来回这种屁话。你去问可以，别闹事儿，别被他们抓住把柄。
你现在走的每一步，都有人在记账。老周，不是说要歇业整顿吗？计划有变，提前开了。老赵，你呢？老家季当天就回来了。秦哥，我也提前开了。行了，别装了，你们跟陈峰串通好一起搬的吧？什么叫串通？我们自己愿意搬，没人逼，没人求，搬回灶王街，房租减半，物业费全免，前3个月全免。我找人搬，费用算我的。不搬。你合同没到期就搬，违约金按合同。这是灶王街消防违规记录，消防钻水压不达标，疏散通道被占用，共7项。按合同，甲方违约在先。C 区消防通道那把锁是您自己上的，应急寿命报销3次没人修，报销单复印件还在，法庭上一起算。行，算你们狠。全在老灶街，开条件让他们搬回来，什么条件都不搬。老周掏出消防违规记录7项，消防通道那把锁是我自己上的，应急寿命报销3次没人修，报销单都留着。他们说，法庭上一起算。你涨租、断电、锁货梯，现在每一把锁都变成证据了。不是陈峰要告你，而是每一家手里都有你的证据。婉清，钱经理，你怎么来了？我来看看你。林姨让你回去。我妈让你带话，她自己不会来。别在这儿端盘子了，跟我回灶王街。陈峰给你什么？一个破铺面，每天累死累活。你跟我回去，你妈说了，只要你回去，什么都好谈。什么都好谈。我问你，陈峰被涨租、断电、锁货梯的时候，谁跟他谈过？你在灶王街赶了他3年，现在来跟我说什么都好谈。婉清，我是为你好，你跟着他，这辈子就是端盘子的命。跟一个私下收管理费、往自己口袋塞黑钱的人，你让老周搬回去，拿什么免租？拿灶王街的物业费去填？这是你收12家摊贩管理费的流水，每一笔都进了你的私人账户。你先把自己的账算清楚，再来挖我。这是伪造的。是不是伪造的？法庭上来说。以后别叫我婉清，我是陈峰的妻子。现在请出去，别耽误我做生意。行，算你们狠，不识相的玩意儿，早晚有你们后悔的那天。陈峰老婆手里有我的银行流水，3年，每一笔都在。你去挖人，被他挖了底。他还说，不止我的，他妈的也在记。林美凤还不知道自己女儿站在对面，手里攥着林家3年的账。林美凤不知道，他压了陈峰8年，让我在前面咬人。现在狗被扔了，他还想坐山观虎斗。他女儿的账本上，他欠的最多。他不出手，下一个被记账的就是他。他出手了，你打算怎么办？我去撬最核心那个老张，去办吧，别留把柄。老张，我也不绕花子了，重新搬回灶王街，条件随便你开。钱经理，您就别费口舌了，我既然搬过来了，就没打算搬回去。你就不听下我开的条件？房租减半，物业费全免，前3个月租金全免，回灶王街，我给你最好的铺面。说什么都没用，不搬。你合同没到期就搬，这是违约。
违约金你赔得起吗？钱经理，你先看看这个，贵商场合同第10条，甲方需保证24小时稳定供电。你掐我们店电多少次了？要不要我找律师算算，看谁赔谁？钱经理，别闹了，慢走，不送。不对，太不对了，又碰壁了，老张，我开条件让他搬回来，他连听都不听。我拿违约金压他，他掏出合同要跟我算账，每一个都是这样。老周、老赵、小吴、老张，我开的是同样的条件，他们拒绝的理由全都不一样，但全都有备而来，不是巧合。他们手里都有你的把柄，消防违规记录、管理费流水、断电记录，你每动一次手，就给他们递一份证据，递了3年，他们攒够了。现在怎么办？挖不动，压不住，连违约金都被反噬。查，把所有搬去老灶街的摊贩、老板背景、社会关系、工商信息，全部查清楚。3天之内，我要结果。陈峰，我倒要看看你到底能怎么。马总，你让我查物业归谁管？林姨，灶王街一整排商铺全被他买下来了，不是租是买。他现在是这条街上最大的业主，物业公司在他手里，他说什么就是什么。我这3年替他当物业经理，涨租断电锁货梯，我以为我是在替自己办事儿，不是，我是在替他当狗。他买铺面不是为了帮谁，是为了让陈峰在这座城里，除了老灶街，哪儿都去不了。还有，你让我查陈峰的底细，我也查。停电的时候他帮人扛冰箱，锁货梯的时候他帮人扛面粉，涨租的时候他挨家挨户敲门问跟不跟他走。12家，全应了。你把事儿做绝了。林一在户口本上压了他8年，现在要在商铺产品上压他一辈子。他不光是赶他走，他是要让他永远被灶王街3个字压着，走多远都压着。钱大官来找我了，说条件随便开。也来找我了。我说，你涨我租是陈峰帮我扛，你现在跑来跟我谈条件，你给过我什么？我也是，说给2倍好处。我说，你在这条街上除了涨租、断电、锁货梯，还给我们什么？底料好了，谁先来？我先。等这锅底料等了3天了。把那个海报再往左挪一点，对，就那个位置，让对面老灶街也能看见。老铁们，我跟马笑哥哥同框了，他在帮我调蘸料。我也要去，在哪儿？在哪儿？马总，您这招太高了，您亲自站台，这些大流量直接爆了，探店博主的直播间观看量破纪录了。探店博主火锅，探店博主不来谁来？陈峰靠老客，我靠打卡人群，他能让客人吃8年。我能让更多人今天就知道我站在这里。峰哥，马骁亲自站台了，他在店里调蘸料，排队的人全是冲他去的，不是冲火锅，是冲他这个人。他这是把火锅店当粉丝见面会开了，调蘸料还用他亲自调，那叫调吗？那叫摆拍。
他不是在卖火锅，他是在卖自己。峰哥，咱们要不要也搞活动？他那边人气又起来了。他能卖自己多久？我的汤能卖一辈子。峰哥，你看，马上那边免费畅吃，有人领了不吃直接倒掉。这也太浪费了吧！一锅底料够我熬3天的串串汤了。这些人领了不吃，倒给谁看？不是倒给谁看，是马骁买来的人气。他以为免费就能把人拉来，拉来就能拍照发朋友圈，朋友圈发了就算人气。但他没想过，人来了，东西吃不完怎么办？倒了，到了就有人拍。他不是在搞活动，他是在给我们送子弹。峰哥，那咱们怎么办？他那边浪费的越狠，骂他的人越多，咱们是不是什么都不用做？什么都不做，他做活动不考虑成本，客人来了留不住，这条路走不长。我们不能让他死在网上，得让他死在自己手里。小马，你去他门口拍那些团购后领了底料的人，是吃还是扔，是带走还是直接倒掉，拍清楚，发到网上。其余的就交给舆论。我懂了，网友最恨这种刻意炒作的浪费行为，一旦坐实，他就离凉凉不远了。他已经凉了一半了，我们要做的是让他凉透。马骁昨天还在微博上说自己要做全城最好吃的火锅，今天就变成全城最浪费的火锅了。他从来就没想过怎么做火锅，他想的是怎么做流量。流量能让你一夜爆火，也能让你一夜坠落。老铁们看到没？网红火锅免费畅吃，领了不吃直接倒掉。这一锅底料够一个3口之家吃一顿，倒的不是汤，是粮食。峰哥，本地美食圈开始质疑，马骁的粉丝已经开始掉了，评论区全是骂他的。有人说要抵制网红火锅，有人把以前他抄袭的事儿又翻出来了。抄配方那件事儿，那不是好几年前的吗？对啊，互联网是有记忆的，他现在是墙倒众人推。他以为免费能砸死人，结果砸的是自己。说得对。马总，这2天的客流数据不用看了，现在出事了，网上全是骂我的，免费畅吃被拍，粉丝掉的掉，骂的骂。我亲自站台调蘸料，人来了3天，第4天就没人。马总，我也没想到会这样。少跟我来这套，烂摊子解决不了就退租，不想跟着你一起倒霉。刚才我说的话你听见没有？我说解决不了问题就退租。现在商场这惨淡的客流量，我开门就是亏钱。你要是解决不了，我明天就走，别怪我翻脸。马总，您先别急，给我点时间，我一定把问题解决了。行，我就给你2天，2天之后客流回不来，咱们法庭上见。大宽，你自己看看，自从那几家搬走，商场客流量掉了多少？现在马骁也要退租，他要是走了，这条街最大的铺面就空了。再这么下去，你这个物业经理也别干了。林姨，我一定把尽快解决，您再给我一次机会。半个月之后客流回不来，物业的事儿我换别人管。陈峰，你免费试吃节流，处置公告反噬探店视频，浪费食材把马骁盯上热搜，你以为你赢了？不出3天，我让你老灶街门口一个人都没有。你们店长呢？谁是店长？站出来！我是，怎么了？我昨天吃了你们家的火锅，上吐下泻一宿，这是医院检查报告，就是吃火锅引发的急性肠胃炎。今天你必须给我一个说法，我要曝光你们这个无良商家。您好，我是羊城日报的记者，请问您对顾客投诉食品安全问题有什么回应？
我开店这么多年，最看重的就是食品安全，每一道工序、每一份食材都严格把管，不可能出现你说的情况。你是不是弄错了？我都进医院了，还能弄错？你们就是黑心作坊，只顾着赚钱，不顾顾客死活。空口无凭，你怎么断定是我们店里的原因？证据在这儿，医院检查报告清清楚楚，就是吃火锅引发的急性肠胃炎。都拿出医院报告了，这还能有假？就是，证据都摆在眼前，有什么好辩解的？这家店不是挺干净的吗？怎么会这样？那你说说，昨天你点的是哪种锅底？牛油红萝锅，中辣。还点了什么？毛肚、鸭肠、牛肉，反正点了一桌子。你们这锅底肯定有问题。我吃了那么多家火锅，就你们家吃完上吐下泻。你说你昨天下午3点多来的？对，就昨天下午3点多。我从来没见过你，你根本没来过我店里。你生意这么好，每天客人那么多，记不住我很正常。我记不住你，但我记得住昨天下午3点每一张单子。3点到4点之间，一共进了6桌客人，3桌是常客，2桌是慕名来打卡的年轻人，还有1桌是老张的朋友。没有一个人点的是牛油红汤锅中辣加毛肚鸭肠牛肉。你不是记错了，你是根本没来过。你们等着，这事儿没完。峰哥，昨天下午3点前后的监控录像调出来了，放给大家看。我可能记错了。大家看，昨天下午3点前后，店里进出客人全都有记录，根本没有这位先生进店消费的画面。没关系，你的记忆可以作假，但商场的公共监控做不了假。监控拍到你确实来过这条街，也买过东西，但你从来没进过我家店。你老实说，东西到底是在哪家买的？我都说是我记错了，我不曝光了还不行吗？你今天带人来恶意抹黑我的店，造成的损失，真追究起来，你至少要赔10万。但只要你肯说是谁指使，在哪儿买的东西，我可以放你一马。我吃坏肚子是真，但不是您这儿的。我去过对面网红火锅店，有人让我来您这儿说吃了您家的，我不该来。谁让你来的，你心里清楚。我不问，你也别再说。但今天这么多街坊邻居都看着，你欠老灶街一个清白。对不起，是我昧了良心。马总，事情办妥了，我刚看到他们店门口围了一堆人，闹起来了。这会儿陈峰的店肯定被骂赞了。很好。你自己看看，这网上骂的到底是谁？马总，我没想到闹事那人会怂，凤买下整条街铺面，就等你把所有人得罪光，他来收场。3年涨租断店锁货梯，全是他让我干的。我替他咬人，他把我开了。他让我开店，每一步都在试陈峰的底。现在试完了，我这棋子也没用了。他要在产权上压陈峰一辈子，我去添把火。我也去。他牵了3年绳子，该有人告诉他，狗也会回头咬人。网红火锅倒了，林美凤买了灶王街一整排商铺，在户口本上压你8年，现在要在产权上压你一辈子。你告诉我这些，想换什么？换他输，我跟你打是我的事儿，他拿我当棋子是他的事儿，2笔账分开算。涨你租，断你店，锁你货梯的人是我。每次动手前，他都问你求饶了没有，没有，一次都没有，所以他越来越恨你。账慢慢算。你走吧。
我妈买放胖用我爸的名字，她忘了我爸的产权有我一半。什么时候知道的？他签字那天，你的店不在他们的铺面里，在老灶街，在这12家摊贩的招牌上。他买得下铺面，买不下人心。可她是你妈。8年了，他没问过我一句他对你好不好，只关心他配不配，配不配我说了算。老陈，街口来执法车了，说消防不合格要封摊儿。陈老板，周总让我带句话：老灶街的冷链合同从今天起作废。林总用灶王街12间铺面换了你的断供。周总，宏源冷链的周总，可是我们签了全年的合同啊！合同作废了。周总还说，谁卖给老灶街食材，宏远就断谁的冷链，全阳城的批发商自己掂量。陈峰，别怪我，林总用赵王街12间铺面换你们断供，你们不倒，我的车队进不了赵王街。陈峰在哪儿？有人下单，今天搬清老灶街全部设备。各位街坊邻居，有人往我们锅里倒了工业色素，想砸老灶街的招牌。就现在，我在这儿当众宣布，老灶街今天停业1夜，所有锅底全部倒掉，所有后厨彻底消毒，所有食材重新检测。明天开张之前，我会请食药监的工作人员上门核查，全程直播。谁动我们1口锅，我们就换10口锅；谁想砸招牌，我们就把招牌擦得比谁都亮。峰哥，我也停，陪你一起查。我那摊也停，全街连查。喂，到底搬不搬？下单的人说了，今晚必须清空。谁下的单？匿名，款已经付了。你不搬也行，我车停这儿，天天停。拍他，拍车牌，拍单子，让直播间老铁看看谁在趁火打劫。产权换断供，搬家公司来清场，你为了断他一条路，把灶王街送给周远志，还雇人抄他的店。搬家公司不是我雇的，我只断了供应链，清场的是别人。这条街上不止我一个人想让他死。老铁们看清楚了，宏达搬家，车牌杨 A8832，今晚8点来的，今晚8点来的，说有人下单清空老灶街，谁下的单不敢留名。你把直播关了，我们也是接单干活。我跟你说了，匿名下单，款已付，今晚必须清空。付了多少？5万。我给你6万，你把下单人的信息给我，能查到多少是多少。不是买你背叛客户，是买你的这个客户是不是姓周？系统里显示的联系人周先生，尾号8832。我只能说这么多。8832和刚才查的人对得上吗？对得上。周振山的私人号码尾号就是8832。峰哥，周振山的底我查了，20年前阳城餐饮商会会长，当年他和林伯年就是你老丈人，合伙开灶王街第1家火锅店，后来闹掰了，林伯年把他踢出了合伙。为什么闹掰？说法不一，有人说周振山想用店里的流水去放贷，也有人说林伯言想转让股份给外人，周振山不干。反正最后周振山退出，林伯言一个人把店做大了。退出之后呢？退出之后，周振山就离开阳城了，去了西南。20年后回来，儿子周远志已经是宏源冷链的老板，他自己手上带着那个老坑翡翠扳指，在阳城餐饮圈到处走动，说要拿回当年该得的东西。他和我妈是敌是友？不是友，也不是敌，是另一路人。你妈用灶王街铺面换周元志断供，周振山趁机来老灶街趁火打劫，父子俩各打各的。他以为周家是他的刀，但刀有自己的钱。周振山今天下午来找我了，找你？他要买老灶街全部铺面产权，开价很高。你怎么说的？我说不卖，他愿意等。他查了你的对赌条件，查得一清二楚。
这块匾还是林伯年挂的。匾换了2次，字没换。1985年，我和林伯年挂了第1块匾，他说铺面1人1半。3年后，他把我踢了。现在霍芷柔手里攥着整条街的产权，但也攥着一份对赌协议。年底完不成，继承权归零，老灶街易主。你丈母娘跟你斗了8年，斗的是人；我跟你斗，斗的是地。人不走，地可以走。还有，霍芷柔跟你不一样，你是泥里熬出来的，不怕熬。她是大小姐拿继承权赌你，赌输了，你欠她的，这辈子还不清。对赌期限还有多久？3个月。城西现在的客流还不够，铺面控制率没降下来。那就降下来，3个月把空铺面全部填满。怎么填？12家摊贩已经全满了。不止12家，开美食节，把灶王街和老灶街连起来，羊城所有愿意来的老字号免租3个月。霍总拿出空铺面，我出底料，12家出人手，3个月把老灶街坐满。3个月够吗？够。周震山说你是大小姐拿继承权赌，但他忘了，你也是老灶街的人。你爸当年在这条街上按过手印。那批空铺面，你不是在等收购，你是在等人。现在人来了。峰哥，羊城餐饮行业群里炸了，周震山刚在群里发了一张老照片。1985年灶王街第1家店门口，2个年轻人，配了4个字：该还了。群里所有人都在问，这是谁？要还什么？他不是在发照片，是在下帖子，告诉羊城餐饮圈，他回来收老灶街了。所有人都等着看，我跟霍芷柔接不接得住。周震山昨天在行业群发了那张照片之后，今天一早，有3个本来要签租赁意向的商户全撤了。周震山的人告诉他们，老灶街年底之前会换老板，现在签了合同，到时候也得作废。他在用行业群造势，不是给羊城餐饮圈看，是给潜在的租户看，让他们觉得老灶街不稳，谁签谁吃亏。3个月填满空铺面的计划还没开始就被他堵了。没堵死，商户不签意向，我们直接签合同，告诉他们，不管老灶街以后换不换老板，合同期内铺面不变，把这条写进合同里。霍总，你敢签吗？签。我爸给我的对赌期限是年底，在那之前，老灶街的每一间铺面，我说了算。那就把消息放出去，老灶街空铺面招商，免租3个月，合同1年起签，谁先来谁先挑。老铁们，今天老灶街放了个大招，空棚面免租3个月，合同1年起签。峰哥说了，谁先来谁先挑。来，都来，挨着胖嫂串香开店，我帮你试菜。峰哥，这一招能行吗？周震山那边，他昨天在行业群发照片，是想吓退租户。我们今天放出免租合同，是告诉他下不退。峰哥，你看这个。他不是在恭喜，是在通知所有人，谁去老灶街开店，谁就被宏远掐冷链。峰哥，冷链加价30%，那些新签的店听到这个消息还敢来吗？他掐冷链，我们换冷链。老张，去联系冷链公司。上次去摸蔬菜渠道的时候，你说那边有2家冷链配送，有一家叫清源冷链，价格比宏远低，但他们车队小。车队小不怕，分排发，第1天试送，第2天加量，第3天全烤。峰哥，直播间老铁问周震山是谁？一个等了20年的人，他想把老灶街拿走，但他忘了一件事儿。20年前他等的是林伯年，20年后他等的是我，结果不会一样。
峰哥，清源冷链那边回了，明天第一趟试送，价格比宏远低2成。这是清源冷链的合同，看一下。明天试送，让12家全部把冷链货单转过来，1天之内从宏远切到清源。陈老板，听说你要换冷链，你爸那边把价格涨了3成，这意思不就是让我另找别家吗？他是他，我是我，不过那边确实只能出一半，原因不知道，可能是近期单量大。爸，他找到替换冷链了，清源冷链，明天试送。那就让清源送，不用赌。不赌？那你这3成加价不是白加了？加价不是为了压死他，是试探他有没有备选。他有，说明供应链上他做了功课，赌不了供应链就换一条路。他换了冷链，下一步就会全力填空铺面。之前说的加价3成对老造街新签商户不适用。又要加价又要优惠，咱们到底打哪边？加价是打给陈峰看的，在阳城做生意，人情比合同难还。你跟他斗的不是地吗？怎么又变成人情了？地是死的，人是活的，让他觉得我退了，等他放松再动。周震山在行业群又发消息了，宏源冷令对老造街新签商户不加价，还给优惠。他收手了？不是收手，是换方向。他赌不了冷链，就开始做面子，让全阳城餐饮圈都看到他周震山大度。以后他真要动老造街的时候，有人会说周会长帮过你，你怎么不领情？他要的是舆论，那就给他。清源冷链明天试送，小麻全程直播，让全城人都看到老造街换了冷链，价格更低。陈老板吧，这块地已经被宏达地产收购了，我们是新业主，来做产权核查。这房子上世纪盖的，我有产证。那是老证，新规划要做商业竞合体，请你们配合搬迁。重新规划？对，先搬出去，等重建好了，符合资质的优先回迁。谁捐的钱？峰哥，不能搬，我爷爷的坟就在这片，搬了我对谁哭去啊？我卤味的方子指着这口井的水，搬了味道就变了。峰哥，我听你的，你说搬就搬，你说守就守。你们信我吗？8年，你什么时候坑过我们？这不是想拆房子，是想拆人心，想让我们自己散了。从今天起，老造街12家不分灶，我的锅底、你们的卤味、烧烤、面食全部联营。客人来老造街，一家吃不饱，12家管够。只要你们不散。峰哥，你看这个，15天。15天，你打算怎么办？陈老板，听说你要守街，我老板让我带句话：15天太长，10天够了。说，林总，全查了，证照、食材、后厨记录全是合规的。那个陈峰把2年的出入库记录、消毒记录、流量记录全留着，每一页都有签字盖章，一点问题没有。没有，门口食客还围着我骂，我差点出不来。行了，走吧。钱大宽，霍芷如的背景查到了。查到了，他不光是城西的业主，他父亲是贺远山，西南最大餐饮供应链集团远山集团董事长。3年前，贺远山把城西交给女儿练手，他在陈峰身上看到的是自己，他在赌陈峰能把死地做活。现在陈峰做到了。难怪，我断阳城的货，他从西南调；我堵前门，他开后门；我拿餐饮协会查，他手里有全国最顶尖的食安团队。陈峰，你有一个霍芷柔，我有整条灶王街，他当你的靠山，我连他一起收拾。
查到了吗？查到了，那个号码是网络电话，注册地在境外，但说10天够了的口音是阳城本地口音，不是林美凤的人，又知道拆迁进度。你让我查的事儿有结果了。周震山20年前被你岳父林伯年踢出合伙人位置，之后做了3件事儿：娶了林美凤的表妹，收购了阳城3家老字号，入股了宏源冷运。他等了20年。林美凤在前面拆街，周家父子在后面等着收地。他以为自己在打我，其实他也是棋子。峰哥，你看这个老灶街拆迁内幕，背后买家曝光，竟是20年前灶王街弃子。陪我喝点儿。霍总半夜来，不是为喝酒。2件事，第一件，你丈母娘今天去见了宏远房地产项目负责人，出来以后，老灶街拆迁期限从1个月改成了15天。第二件，他联系了阳城所有主流媒体，他要用舆论埋了你。老灶街12家从建立到现在，每一家走之前都给下一家留句话：张记面馆。日本飞机轰炸的时候，我们没走；洪水淹到膝盖，我们没走；水退了，我们还在。他林美凤有钱、有权、有批文，但这个他买不走。陈峰，你知道我为什么一直帮你？霍记烧饼走了，但心还在。3年了，我在等一个能把这条街守下来的人。峰哥，直播间老铁在问，明天头条说我们是非法摊贩，怎么回？不用回。明天一早他发头版，我们不发，我们做。胖嫂，明天照常熬汤，就写老灶街12家，今天照常营业。那我呢？你明天站在门口，谁拿着报纸来问，你就把这张纸给他看。峰哥，快看，周震山又在餐饮圈发了新消息。他在回你。他不是在回我，他是在告诉所有人，40年前他也是老灶街的，现在他要亲手收走这条街。峰哥，周震山那条消息全盐城餐饮圈都在转，评论区已经撕起来了。他在替林美凤铺舆论，先分化餐饮圈，再让媒体定性非法。2步棋，今晚是他的局，明天是林美凤的头版。他搞错了一件事，按过手印的人还在，只是他不认识。老铁们，今天不播游戏，不播探店，今天讲一个故事。2年前，我扛着3脚架灶王街，在街口站了4个小时。后来下大雨，我把设备裹在衣服里，蹲在奶茶店门口躲雨。有个人从后厨出来，说那个角落空着，你把架子支那儿吧。我在那儿播了2年，那个人叫陈峰。后来物业经理长脏，断电锁货梯，把峰哥从灶王街赶走。物业经理跟我说，留下可以签独家协议，协议里有一条，直播内容不得涉及灶王街商户经营情况。我没钱，我跟着峰哥来了老灶街。有人告诉我妈，你儿子在非法摊贩聚集地里混日子。我妈打电话来骂我，我说妈，不是非法摊贩，是12家被赶出灶王街的老字号。现在有人要发头版报道说我们是非法摊贩，我就想问一句：老周家做了15年的牛肉炉，胖嫂做了18年的串串，我身后那个角落播了2年的直播，哪一个是非法的？20万了，还在涨。林总，你看了吗？那个小麻的直播20多万人了，明天头版还发不发？发，照样发。可是，你那个小主播把我白天那消息踩下去了。你什么意思？没什么意思，就是告诉你，12家摊贩比你想象的能扛。周震山出手了，他联合了阳城5家老字号，成立阳城传统餐饮保护协会。
对外宣称保护传统餐饮，实际上是他当会长，把老灶街排除在外。对，入会的商户宏源冷链给最低价，不入会的就是老灶街。峰哥，胖嫂的供应商不来了，说是周震山打了招呼。谁给老灶街供货？冷链价格翻倍。清源冷链呢？清源没问题，但蔬菜和肉类的批发商都被周震山压住了。他赌冷链没成就赌源头，他不是要断我们的供应链，他是要让所有人觉得跟老赵街做生意划不来。老铁们，今天不探店，今天替峰哥问一句：羊城传统餐饮保护协会保护的是谁的传统？这个协会的会长20年前被灶王街赶走，20年后回来，说要保护传统餐饮，保护的方式是什么？断老灶街的冷链，压老灶街的供货商，逼所有老字号2选1，跟他或者跟峰哥。峰哥让我带句话：老灶街不入会，但老灶街的门永远敞开。谁想来吃饭，不用交会员费。爸，那个小主播的直播全罗城都在转，保护协会刚成立就被他搅了。他搅不搅的不重要，重要的是谁在背后给他递料。陈峰一个人搅不出这动静，霍志柔在后面撑着。他手里有老灶街的产权，有对赌协议。我买了5家老字号的铺面，他就用空铺面免租来填。我断冷链，他换冷链；我建协会，他让小主播拆台。那怎么办？他年底完不成对赌，继承权归零。到时候老灶街的产权自然到我手里，不用抢，等就行。可他现在在疯狂招商，招商不等于填满。免租3个月签进来的商户，3个月后还留不留？对赌看的是年底的空持率，不是签约数。霍总，这个月签了6家新商户，但有2家签完合同第2天就退了。退了？说是家里有事儿，但我查了一下，2家的供货商都是宏源冷院的下游。周震山不堵我们的门，堵我们的商户，签进来再逼走，比不让我们签更狠。空置率降到多少才能过对赌？目前空置率40%，对赌要求年底15%以下，40%到15%，还有3个月，6家退了2家，净增4家，按这个速度不够，那就换个速度。又熬通宵。再想一件事儿，周震山赌商户是因为供货商怕他。供货商怕他是因为宏源冷链垄断了羊城的冷链配送，只要宏远还在，他就能一直卡我们脖子。你想怎么做？不只换冷链，我要让羊城的供货商不怕他。这是爷爷传下来的底料配方，我打算公开。公开？你藏了8年的配方？藏了8年是因为没人来抢，现在有人来抢了，与其让他偷，不如我自己放出去。配方公开，老灶街每家都能用。供货商看到配方公开，就知道老灶街不是1家店的生意，是12家、20家、30家的生意。周震山断不了这么多家的货。这是我爷爷传下来的底料配方，从今天起，老灶街每家都能用。公开。峰哥，这可是你的命根子。命根子不是配方，是这条街。配方公开了，谁都能用，但能用和用好是2回事儿。这条街上熬了8年的只有我。峰哥，你不怕别人学了去？学了去又怎样？配方是死的，火候是活的。我爷爷教我第一句话：料是死的，人是活的。老铁们，峰哥公开祖传配方了，这可是8年来第一次。峰哥大侠，这才是格局。爸，他把配方公开了，全羊城餐饮圈都在转。他公开配方不是给食客看的，是给供货商看的。他在告诉所有人，老灶街不是1家店，是一个联盟。断1家的货没用，断不了联盟的货。这小子比他岳父聪明。林伯年当年是守住配方不放，他反过来用配方拉人。那咱们的协会散不了，但风向变了。他公开配方等于告诉全羊城，老灶街欢迎所有人。我在赌供货商就成了跟整个羊城餐饮圈作对。霍总，今天一上午7家商户来问铺面，都是看了直播来的。
7家，有做烧烤的，做卤味的，做甜品的，都说配方都公开了，老灶街有诚意。你公开配方，不光是为了堵周震山，你是在招商。配方是敲门砖，商户来不来，看的是能不能赚钱。配方公开了，他们来了就能做，做了就能卖，卖了就能留。空置率，按这个速度，月底之前能降到30%。30%，离15%还差1倍。那就办美食节，把声势造大。老铁们，老灶街美食节开幕了，12家摊位家家爆满。峰哥说了，今天全场8折。今天的人流比开业那天还多。这才第1天，美食节办3天，第3天我有个大动作。什么大动作？你等着看。林姨，老灶街办美食节了，整条街都是。知道了。各位街坊邻居，3天美食节，感谢大家来。今天最后1天，我有个事儿要宣布。老灶街正式成立老灶街美食联盟。联盟的规矩很简单：配方共享，食材联采，客流互导。今天在场的所有商户，只要你想加入，随时来签。峰哥，联采是什么意思？联采就是12家一起进货，量大价低。周震山断我们1家的货，断不了30家的货。我加入，我也来，小马。今天1天签了12家新商户，空置率25%，还差10%。美食联盟的消息传出去了，明天还会有人。你知道吗？我爸当年也想做这件事儿，他没做成。你爸是被人踢出去的，我是被人赶出来的。被赶出来的人不怕再被赶一次。爸，他搞了美食联盟，30多家商户统一采购、统一配送，咱们的冷链加价彻底压不住了。本来想用加价逼他低头，他现在联合30多家一起进货，采购量比咱们预估大了3倍，供应商全倒向他那边了。我知道，20年前林伯年把我踢出灶王街，我发过誓，这条街早晚是我的。爸，咱们从西南回来，冷链、搬家公司、行业群、造势，该打的牌都打了。他现在手里有12家摊贩，有霍指柔的产权，有30多家联采联工，正面打不动了。这个陈峰他不是林伯田，林伯田是守住自己的，别人别想碰。他是把所有人都拉进来，12家摊贩跟他走。霍指柔拿继承权堵他，于锦志放着东方集团的老大不当给他站台。我赌1家，他开10家；我断1条路，他铺10条路；我压他的冷链，他把30多家捆在一起，反过来压我的价。我查了他8年，他在灶王街的时候，12家摊贩的底料是他供的，手艺是他教的。他不是在做生意，他是在做人。我做了20年生意，没见过这种。那咱们就这么算了？不算，但不打了。霍芷弥的对赌年底到期，他帮陈峰免租，用的是自己的时间。时间到了，继承权归零，老灶街自然得卖。跟霍远山那边通个气，告诉他周家对老灶街有兴趣，不用现在买，等到年底，等他女儿对赌到期，我出价。现在喝茶。对赌还有2个月，空置率20%，还差5%。周震山不赌了，不赌了，冷链不加价了，行业群也不发消息了，他在等对赌到期。他不赌，我们反而慢了。之前商户是怕他才不敢来，他一出手就有人观望，他一停手就有人拖。现在他不动，商户也不急。2个月5%，按现在的进度来不及。招商部该想的招都想了。免租3个月，合同1年起签，直播间天天播，该来的都来了，剩下的商户都在观望，
他们不是不看好老灶街，是怕周震山以后翻盘。那就让他动起来。怎么动？他不是想买老灶街的产权吗？你放出消息，霍芷柔考虑出肉老灶街，愿意跟周震云谈。放这个消息出去，全阳城都会以为我要卖。那些已经签了合同的商户怎么办？签了合同的不会走，合同里写了换老板合同不变，但那些观望的商户会慌，他们怕周震山接手之后改条件，怕再不签就来不及了。周震山出来谈，就是把倒计时摆在他们面前。峰哥，你这招不是在帮周震楚造势吗？他出来谈，全阳城都知道他想买老灶街，这不是给他长脸？他出来谈，全阳城也会知道霍芷柔还没卖，他只是一个想买的，不是已经买下的。观望的商户之前是等他赢，现在我们让他们看到他还没赢，再等就晚了。消息放出去之后，他真来谈怎么办？那就谈，你开出条件，老灶街可以卖，但附加一条，现有商户合同全部延续，新商户入驻政策不变。这条他答应你就真卖给他，他不敢答应，全阳城都看到他不敢接你的条件，到时候商户选谁，他们自己心里有数。陈老板，你这8年不光熬了底料，还熬了脑子。不是我脑子好，是他等得太久了，等了20年，就差2个月，他比我们急。霍小姐终于愿意见我了。周总，你3番5点要买老灶街，今天我来了，你出什么价？1个亿，整条街的产权。1个亿不够，你对赌还有2个月，空置率20%，年底完不成，继承权归零，到时候老灶街的产权1分钱不值。我出1个亿是给你面子。周总，你知道我为什么来见你吗？不是来卖的，是来告诉你老灶街不卖，对赌我完得成，你等不到那一年。对了，你刚才说的那些话我录音了，全阳城餐饮圈都会听到，周震山是怎么乘人之危的。空置率20%，年底完不成，继承权归零，到时候老灶街的产权1分钱不值。我出1个亿是给你面子。老铁们听到了吗？周震山出1个亿买老灶街，霍总不卖，他说对赌完不成，产权1分钱不值，这就是他的如意算盘。够了，发出去。陈老板，录音发出去之后，今天一上午来了8家商户签合同，空置率降到12%了。12%，过了！签了多少家联盟成员？加上之前的42家。峰哥，周震山那边，他不会再来了。录音一出，他在良城餐饮圈的面子没了。他再动手就是跟所有人作对。把那段对话在行业群里传开了，商会散了3家。我低估了他。 20年前，林伯年把我踢出去，我以为回来就能拿回来，没想到他女婿比他更难对付。那咱们还继续吗？不继续了，老灶街拿不回来了。但有一件事。 林美凤她当年帮林伯年把我踢出去的这笔账我记着。对赌通过了，空置率12%，年底考核达标。你做到了。不是我做到的，是这条街上所有人做到的。12家摊贩跟我搬来，周震山断冷链的时候，清源冷链接了单。 美食节那天，全阳城的老字号都来了，没有他们，这12%就是纸上谈兵。我爸打电话来了，他说想见你。
见我？他说能把程曦做活的人值得见一面。3年前他把程曦交给我练手，整条街空着，招商部走了2个人，现在空职率精灵，美食联盟42家商户。他说想看看是什么样的掌勺人做到了这件事。下一步，把老灶街从羊城做到全省。美食联盟的分店，第1家就从灶王街开始。陈老板，我听芷柔说了你的事儿，从灶王街到老灶街8年，被涨租、被断电、被锁货梯，带着12家摊贩搬去城西，把一条死街做成了羊城最热闹的地方。霍老，我只是做了该做的事，该做的事不容易。我做餐饮供应链30年，见过太多人了，被房东赶出来的，被资本击垮的，被同行压死的，大多数人被赶出来就散了。你被赶出来，反而做大了，把12家变成42家，把城西变成老灶街，把对手的冷链换成了清源。芷柔的对赌过了，老灶街的产权他保住了。3年前他把继承权压在你身上，说实话，我心里没底。现在看来，他比我眼光好。但我想问你一个问题：老灶街之后你想做什么？美食联盟已经有了42家商户，配方公开了，供应链稳了，下一步呢？美食联盟不只是老灶街的联盟，我要把羊城的老字号串起来。卤味的、烧烤的、面食的、甜品的，不是一家店的生意，是一条街、一座城的生意。从羊城开始，做到全省。需要什么？冷店、食材、物流。宏源冷链的合同到期了，清源车队太小，撑不了全省的盘子，这些我做不了。我能做。远山集团在西南做了30年供应链，冷链车队覆盖全省。美食联盟要出羊城，我出物流，你出品牌，不是合作，是联盟。峰哥，霍老的远山集团真要跟我们合作？不是合作，是联盟。远山集团出供应链，老灶街出品牌和客流。联盟成员统一供货，价格比市场低2成。那周震山的宏源冷苑，宏远的合同到期不续了，从下个月起全部走远山的冷链。终于不用看他脸色了。林姨，老灶街跟远山集团合作了。知道了。你来干什么？妈，我来跟你说一件事，老灶街跟远山集团合作了。美食联盟有42家商户，陈峰的底料配方公开了，周震山收手了。你来就是为了告诉我，你那个废物老公赢了？我来是想问你，你打算什么时候收手？收手？我林美峰什么时候收过手？他在灶王街熬了8年没熬过我，搬到城西就能熬过我？妈，灶王街的铺面你买了12间，现在空着10间。钱大宽走了，马潇的网红火锅店关了，周震山的宏源冷链合同到期了。你手里还有什么牌？妈，我不是来跟你吵架的，我是来告诉你别再打了。你打不赢的，不是因为你不够狠，是因为陈峰身边有人。
老张、胖嫂、李婶、小麻12家摊贩全跟了他，霍芷柔拿继承权替他赌。你身边有过谁？钱大宽，他已经跑了。你走。妈，我走了，以后你自己保重。峰哥，你看这个，东南集团发了一条公告。东南集团什么来头？全国最大的餐饮投资集团，他们收购远山的股权，意味着他们进入了阳城市场。对你有什么影响？远山集团是我爸的，东南集团拿了30%的股权，他们在董事会有了话语权。如果他们要干预老灶街的经营，我得回去跟我爸商量。东南集团进远山不是冲着供应链来的，老灶街的产权在我手里，他们如果盯上这块地，我爸一个人拦不住董事会。东南集团的事我查了一下，他们的副总裁姓刘，之前在阳城餐饮协会挂过职，跟林美凤认识，协会的年会合影上有他们俩，去年拍的。你妈？我妈在阳城经营了30年，东南集团要进阳城，需要一个本地合伙人，熟悉商圈，手里有铺面，餐饮圈的人脉还在。他每一条都对得上。东南集团收购远山的股权，如果是我妈牵的线，他联合东南集团是为了对付老灶街？不确定，但他的目标可能不是老灶街本身，是霍芷柔。老灶街的产权在霍芷柔手里，东南集团进了远山董事会，就可以对产权处置施加影响。我妈要断的不是老灶街，是老灶街的靠山。霍芷柔一倒，免租没了，产权悬了，美食联盟就散了。他还在打。我也以为他停了。周震山的录音被曝光，钱大宽被抓，灶王街铺面空着，我以为他会收手，但他没有。没事儿，他出什么招，我们接什么招。你妈这辈子没输过，但她忘了一件事儿：以前她赢，是因为对手是一个人，现在她打的是整条街。霍芷柔不会倒，美食联盟散不了，你爸留给你的一半产权还在。东南集团的代表下周来阳城，他们要开董事会，讨论远山集团西南业务的发展方向。他们想做什么？他们觉得老灶街的投资回报太慢，免租1年，物业全免，账面上一直在贴钱。想把老灶街的产权卖给东南集团旗下的地产公司，拆了建商业综合体。不行。我知道不行，但东南集团有30%的股权，董事会投票，他们能拉到过半的票数，我一个人拦不住。爸，老灶街是陈峰的命，42家商户刚签了合同，第1家分店正在谈，现在卖掉，这些人的心血全白费了。我不能卖。我知道，所以我们要在董事会之前找到一个让东南集团改变主意的理由，不是求他们，是让他们自己看到，不拆比拆更赚钱。东南集团要卖老灶街，他们看中的不是这条街，是这块地。对，老灶街的位置在阳城核心商圈，拆了建综合体，
利润是现在的10倍。他们不在乎这条街上有多少商户、多少老字号，他们要的是地块。那我们就要让他们看到，不拆比拆更赚钱。怎么做？办一场全城规模的美食节，把老灶街的客流量、商户营收、品牌价值全部摆到桌面上，让东南集团看到，老灶街不是一块待开发的地皮，是一个正在崛起的品牌。他们不是投了30%的股权吗？那就让他们看看这笔投资的真正价值。美食节，你觉得能改变董事会的决定？改变不了董事会，但能改变东南集团。他们不是冲地来的，是冲利润来的。我们要让他们明白，这块地不拆，比拆了更赚钱。你爸说的那个让东南集团改变主意的理由，我来给。老铁们，羊城首届老灶街美食节今天来了50多家商户，全羊城最正宗的老字号全在这儿了。看到没？胖嫂的串串香排了起码30个人，老张的麻辣烫锅都快煮干了。各位街坊邻居，各位远道而来的朋友，今天是老灶街美食节，不是一家店的节日，是整条街、整座城的节日。4年前，这些人跟着我从灶王街搬出来。老张关了开了8年的麻辣烫摊儿，胖嫂把串串车推了3公里，李婶端着半锅卤水走到城西。他们问我：“峰哥，那边能活吗？”我说：“能，只要灶还在，人在，就能。”今天，老灶街有42家商户，美食联盟有5家分店在谈。这条街从一条没人来的死街，变成了羊城最热闹的地方，靠的不是我陈峰一个人，靠的是每一个起早贪黑的人。这口锅跟了我8年，今天我把它搁在这儿，不是搁下，是告诉所有人，老灶街的灶，从今天起不止我一口，谁有手艺谁来，谁想开店谁开。这锅底料熬的是时间，熬不干。霍总，美食节3天，总客流量突破10万人次，老灶街商户总营收比去年同期翻了3倍。控制率呢0%，全部满足。0%，东南集团没理由再卖了。还不够，他们要看的不是现在，是未来。我要给他们看一个计划。各位，这是老灶街美食联盟的3年发展规划。第1年，羊城5家分店；第2年，全省20家；第3年，全国50家。联盟模式：品牌统一，供应链统一，品控统一。每家分店由当地老字号加盟，老灶街提供品牌和供应链支持。陈老板，你的规划很大胆，但你怎么保证每家分店都能像老灶街一样火？因为老灶街的火不是靠我一个人，是靠联盟里每一家商户。我把配方公开了，把供应链打通了，任何人来都能做，关键是愿不愿意做。我们需要考虑一下。东南集团同意了，他们不卖老灶街的产权了。条件呢？他们有一个条件，美食联盟的全国扩张计划，他们要参与投资。投资？对，陈峰上次在董事会上放的那个3年规划，羊城5家，全省20家，全国50家，他们看进去了。他们说，老灶街的模式不是一家火锅店的模式，是一个平台。东南集团想用他们的全国渠道帮老灶街走出羊城。那陈峰是联盟的核心，没有他这个模式转不起来。东南集团的人特意说了，想跟他单独谈谈。爸，
你还记不记得3年前你把城西交给我的时候怎么说的？你说这条街空了多少年了，你要能把它做起来，远山集团以后你说了算。那时候城西一天没几个客人，招商部3个人走了俩。记得，那时候你说你缺一个人，一个能把死地做活的人。后来我在灶王街找到他了，他在火锅店后厨炒料，围裙上沾着油，外面钱大宽正涨他的租。我站在马路对面看了他很久，心想这个人跟我一样，在熬。你当初拿继承权赌他，我嘴上说随你，心里替你捏了一把汗。现在回头看，你比爸有眼光。我去老灶街，东南集团的条件得让陈峰自己定。东南集团的投资你考虑的怎么样了？他们那边催了3个亿，占美食团盟20%的股份，全国渠道共享。投资可以接，但我有一个条件，老灶街的经营权不能给东南集团，他们投资我们经营，品牌是老灶街的，不是东南集团的。这条不写进合同，3个亿我不要。你觉得他们会同意吗？东南集团投了几10个餐饮品牌，从没见过哪个创始人提这个条件。他们不缺投资的地方，但老灶街的模式，12家摊贩联采联供，配方公开，品控自己抓，只有我们能做。换了他们的人来管，不出半年，这锅底料就变味儿了。行，明天我跟他们谈，他们不同意，我们就自己慢慢做。远山的供应链已经稳了，美食联盟42家商户都在，不缺这一个投资方。你现在越来越像老板了。我不是老板，我是熬火锅的，老板只管账，熬火锅的得管每一锅底料，每一家铺子，每一个跟着我的人。东南集团的人要投钱，欢迎，但要动我的锅，不行。明天我去看我爸的坟，灶王街那些铺面，银行已经在催我妈了，拍卖可能快了。知道了，那些铺面，我不会让他们落到外人手里。陈老板，你的条件我们内部讨论过了，经营权归老灶街，东南集团只投资分红，这条可以接受。还有一个条件，请说。美食联盟的每一家加盟店，品控由老灶街说了算。底料配方虽然公开了，但配比比例、熬制时间、食材标准，这些东南集团不能为了扩张速度擅自调整。你们投的是品牌，品牌靠的是品控，品控垮了，品牌就没了。陈老板，你很谨慎。我不是谨慎，我是怕做大了就变味儿了。老灶街的底料是我爷爷传下来的，他在灶前站了40年，临终时跟我说了一句话：料是死的，人是活的，人要正，料才香。我不能让它变味儿，不管做多大。陈老板，说实话，我们投过不少餐饮品牌，大多数创始人拿到钱之后，第一个要求就是加快扩店续率。你是第一个把钱往外推的，同意，品控权归老灶街，写进合同，合作愉快。对了，还有一件事儿，我们的人查了一下，林美凤在灶王街的12间商铺，银行贷款已经逾期了，银行那边可能在近期启动拍卖程序。这个消息算我们送给你的见面礼。谢了。不过这条街我会自己拍回来。林姨，东南集团跟老灶街合作了，投资3个亿。灶王街的铺面现在全空着，马潇的网红火锅店关了，面馆老周走了，烤鱼老赵也走了，租金付不出来了，银行在催。林姨，你让我查的那些，我不用查了。全英城都知道老灶街跟东南集团合作了。你来就是为了告诉我这些？林姨，我是来告诉你，
我走了。你当初让我涨陈峰的租，我涨了；你让我断他的店，我断了；你让我锁他的货梯，我锁了。3年，我替你做了所有脏活。现在陈峰做大了，霍芷柔成了他的靠山，东南集团投了3个亿，你手里没牌了，我还留在这儿干什么？林姨，你斗不用他的，不是因为他比你强，是因为他身边有人。老张、胖嫂、李婶、小麻，12家摊贩全跟了他。霍芷柔拿继承权替他赌，连晚清都站在他那一边。你身边只有我这种替你干脏活的，现在我也不干了。峰哥，钱大宽被查了。被查了？他贪污的那些管理费，有人匿名举报了，警察今天早上把他带走了。我刚在手机上看到的，羊城日报都发了。报应，活该！涨我们的租，断我们的店，他也有今天。小点声，街上客人多。我偏不小声。当年他堵我说我串车占道，罚了我3000，够我闺女交1学期学费，那钱进了他私人腰包。峰哥，匿名举报的是谁？不知道，但他做的那些事儿，每一家手里都有证据。不是今天，也是明天，钱大宽早该有这一天。峰哥，直播间老铁问钱大宽倒了，林美凤呢？该谁负的责，谁也跑不掉。不急，法律会说话。林总，钱大宽被抓了，他交代了很多事儿，包括3年前你让他涨租、断店、锁货梯的事儿。他把所有责任都推给了你这边，说是受您指使。林总，警察可能很快会来找您了解情况。我妈被传唤了。因为钱大宽的事儿。对，钱大宽在里面交代了3年来的所有事，涨租、断店、锁货梯，每一桩都说是他指使的。我妈虽然没有直接动手，但每次都站在后面。你想怎么办？我不知道，她是我妈，她压了你8年，也压了我8年。从我记事起，我爸走了之后，家里所有事儿都是他说了算。我穿什么衣服、念什么学校、嫁什么人，他都要管。只有你是我自己选的，他越不让我选，我越要选。可他现在坐在那儿，可能要被兵拘留，我心里说不上来，不是心疼，也不是痛快，就是空。不管你做什么决定，我都支持你。你要去派出所接他，我陪你去；你不想去，我替你处理。你想让他道歉，那个谅解书12家摊贩已经签了。谅解书？你什么时候让他们签的？钱大宽被抓的第2天，老张第一个签的。胖娘说，看在你的面子上。我去，不是原谅他，是陪他把该走的路走完。他欠你的，欠12家的，自己还。走，我陪你。妈，
你来干什么？看我笑话？我来跟你说，别再斗了。不斗了。你那个老公把我逼到这份上，你让我别斗了？妈，不是他逼你，是你逼自己。3年前你让钱大匡涨他的租，他忍了；你断他的电，他忍了；你锁他的货梯，他还是忍了。他从没主动招惹过你。他没招惹我，他把灶王街的客流全带走了，他把12家摊贩全拉走了，他让全阳城都知道李美华的上门女婿比李美华还厉害。妈，那是你自己把人推出去的。8年前你嫌他穷，3年前你嫌他窝囊，现在你嫌他太厉害。妈，你到底想要什么样的女婿？我走了，以后你自己保重。我等了8年，等他认输，结果等来的是我女儿不等我了。你女儿选的比我有眼光。林美凤女士，关于灶王街物业管理期间，指使他人违规拉闸断电、锁闭消防通道，以及私下收取管理费不入账的事儿，你有没有补充说明？妈，这是12家摊贩联名写的谅解书，条件是你把私收的管理费全额退还，并向灶王街所有商户公开道歉。你让他们写的？婉清没让他们写，是老张、胖嫂、李婶儿自己签的名。他们说，看在婉清的面子上，看在您8年前让我进林家门的面子上，那时的您没嫌我穷，让我在灶王街开了第1家店。我没有补充，我认。峰哥，林美凤的道歉信在羊城日报上登了，评论区炸了，有人骂，但也有人说她到底还算条汉子，敢做敢当。骂什么骂？该认的认了，该退的退了，道歉信也登了。我跟老张那份谅解书不是白签的，签了就翻篇儿。人犯了错，认了，罚了，这事儿就翻篇儿。老灶街不记仇，只记人情。老铁们，林美凤的事儿翻篇了，今天是好日子，老灶街美食联盟第1家分店正式签约。各位，这位是赵师傅，在羊城烤了20年肉，他的店在老城区，铺面小，租金高，靠回头客撑了20年。上周他来老灶街找我说想加盟，我说不用加盟，直接签约。美食联盟不收收盟费，只收一样东西，手艺。我烤了20年肉，没出过洋洋。去年房东涨租，差点关门。后来在手机上看到老灶街的直播，看到峰哥公开配方那天，我就想这个人能跟。我自己来吃的，连吃了3天，第4天找峰哥谈，他说行。我说我没钱装修。他说铺面联盟出，你带手艺来就行。我一个烤肉摊子，一辈子没想过开分店，今天开了。各位，今天是老灶街走出羊城的第1步。从今天起，老灶街不只是羊城的一条街，它是一个品牌，一个联盟，一个让更多老字号活下去的方式。你做到了。这才刚开始，赵师傅是第1个，年底以前还有4个。林女士，您在灶王街的12间商铺贷款已经逾期3个月了，如果1个月内不能还清，我们将启动抵押物拍卖程序。老林，你走了，留下这条街，这个家，我守了30年，到头来什么都没守住。灶王街的铺面，银行要拍卖了。你妈怎么说？她什么都没说。我去过她办公室，催款单堆了一桌子，她一个人坐在那儿看照片，我爸和她的合影。那些铺面，
是你爸留下的。我知道，但我爸走了30年，这条街他守了30年，他把铺面当武器来压你，现在武器断了，他守的东西也没了。我不想再管了，他爱怎么处理怎么处理。真的不管了？不管了，8年了，我替他想了8年，他一次都没替我想过。你被他赶出灶王街那天晚上，他坐在沙发上喝茶，跟我说他走了，你正好想清楚。那壶茶我记了4年。鸡汤，胖嫂炖的，让我盯着你喝。那些铺面我去拍，不是帮你妈，是帮你爸。灶王街第1家火锅店是他开的，12家摊贩的跟在那儿。他也来了，看到了，他爸退了，他还没死心。第3号标志，灶王街12间商铺，建筑面积1200平方米，起拍价3000万，加价批度不低于100万。现在开始报价。3100万，3300万，3500万，5000万，5000万。后排这位先生，确定吗？确定。5000万第1次，5000万第2次，成交。陈老板，恭喜！周总客气。我爸让我带句话，他说人不走，地可以走，现在地也走不了了，这一局他认了。回去告诉你爸，灶王街的铺面我拍回来了，但招牌不会换。你爸等了20年想算清旧账，但这笔账不是跟林伯言的，是跟他自己的。他当年被踢出合伙，是因为想用灶王街的流水去放贷，不是林家对不起他，是他对不起这条街。你说这些是让他带话给周震山？他认输了，但不知道输在哪儿，让他儿子带话回去，比我自己说管用。拍到了，拍到了。东边第3间是我爸当年开第1家火锅店的位置，后来租给面馆老周了。我记得开业那天你穿了条红裙子，在门口站了1下午。我隔着马路看你，心想这个女娃要是能嫁给我，这辈子值了。回来吧，胖嫂说要给你炖鸡汤，我说别炖，鸡汤留着明天接牌的人喝。明天是大日子，早点睡。走吧，今晚老灶街肯定灯火通明。4年前我被赶出灶王街，带着12家吞饭来到这里。今天，老灶街有42家商户，5家分店。灶王街的12间铺面我也拍回来了。从今天起，2条街连成1条。这条路不是我一个人走过来的，是你们每一个人的。街匾不是接我的匾，是接咱们老灶街的匾。陈老板，恭喜，老灶街做得不错。你是谁？我叫沈国栋，国栋资本。你在羊城闹出的动静不小，美食联盟、远山集团的供应链、东南集团的投资。但有一件事你可能不知道，你丈母娘林美凤手里的灶王街产权，不止拍卖的那12间，还有3间在地下。那3间地下铺面的图纸上有一条地道，正好通到老灶街广场下面。陈老板，你的老灶街地基不稳，我给你1个月，要么跟我合作，把老灶街的产权转给我，要么我让林美凤把地道的事儿捅出去。老灶街封街排查。沈总，那条地道我3个月前就知道了，婉云查他爸的遗产清单时发现的。老爷子当年留他是冬天给灶王街送煤，不是把柄，是人情。半个月后，老灶街会办一场地道美食文化节，把它改成羊城第1条地下美食走廊。你说的封街排查用不上了。不过你这个电话让我确认了一件事，林美凤手里的产权明细不是她自己查出来的，是有人给她看的，那个有人是你。半个月后地道美食节开张，我请你来剪彩，来不来？沈国成是什么人？一个想在羊城插旗的人。
东南集团是明面上投资，他是背后想截胡。看来美食联盟这块招牌盯上的人不少。有人用地道威胁我，有人用资本打压我，但底料在锅里，底牌在手里。沈总，半个月后见。